我叫陆离，信号是在下午2点14分彻底消失的。当时我正戴着耳机在出租屋里刷着模拟卷，窗外的蝉鸣吵得让人心烦。隔壁那个整天跳广场舞的大妈今天没开音响，楼下那只见到人就狂吠的泰迪也没了动静。世界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妈，没人回应。我妈在市医院当护士长，已经3天没回家了。最后一条短信是今早6点，把门锁死，不管是医生还是警察，谁敲门都别开。陆离，活下去。当时我以为她在开某种沉重的玩笑，直到我走到阳台。我住在3楼，这个高度足以让我看清街道上的一切。老旧的居民区街道上，几辆私家车撞在一起，冒着浓烟。一个穿着外卖服的男人正趴在路边，他的动作很奇怪，只有那种令人牙酸的声音。我的手心瞬间渗出了冷汗。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节奏很慢，力气却大得惊人。陆离，在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是隔壁的王姨。我没有出声，放轻脚步走到玄关，通过猫眼往外看去。这一次力气更重，我甚至看到了防盗门上的灰尘在扑簌地往下掉。我意识到，这个老旧的居民楼已经不再安全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唯一的武器是包里的折叠刀和一把为了防身买的实心铝合金棒球棍。我跑回厨房，把所有的水壶、空瓶子都灌满了自来水。虽然现在还有水，但谁知道几小时后供水系统会不会瘫痪。接着我开始往书包里塞东西，巧克力、压缩饼干、几罐没过期的午餐肉。我妈为什么知道会爆发？我盯着手机屏幕，哪怕没有信号，我还是反复看着那条短信。突然我注意到短信的发送时间06点0分。那时候电视里的早间新闻还在播报局部流感爆发，除非它就在源头。防盗门被撞开了一个小缝。陆离，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不动，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医院找我妈了。走正门是自杀，王姨后面不知道还跟着多少那种东西。街道上的那个外卖员已经站了起来，他看见我了。他没有奔跑，而是以一种极其僵硬但极快的频率向楼下走来。该死！我跨出窗头，双手死死扣住水管。就在我准备下滑的时候，我眼角余光瞥见了隔壁阳台上的东西。那是邻居张叔家的阳台，窗户碎了，地上散落着一个黑色的对讲机，正发出微弱的沙沙声。这里是救援点，南郊体育馆，听到请，重复，不要靠近医院。对讲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妈就在那里。我咬牙顺着水管滑了下去，粗糙的铁锈磨破了我的手掌，火辣辣的疼。快到底部时，朝阳棚承载不住我的重量，撕拉一声裂开，我重重地摔在地上，震得5脏6腑都移了位。左边是通往主干道的巷子，右边是死胡同。巷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我尽量不去看他们的脸。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我顺手拉起了一把被丢弃的砍骨刀，这玩意儿比棒球棍好用。跑出巷口，视野豁然开朗，但也更让人绝望。这里原本是热闹的步行街，现在满地都是散落的鞋子、包包和还没吃完的小吃。嘿，这边！斜对面的一家便利店里，有人在疯狂地朝我招手。那是便利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了一大半，只剩下一道不到半米高的缝隙。一个满脸雀斑的女生正惊恐地看着我身后。我回头一看，那个外卖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追到了巷口，而在他身后，街道拐角处正涌出黑压压的一片影子。我爆发出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在卷帘门彻底落下前钻了进去。外面的撞击声瞬间响起，伴随着指甲抓挠金属的刺耳声。我躺在冰凉的瓷砖地上大口喘气，肺部像火烧一样。你是陆离？那个雀斑女生拿着一个防身电击器，战战兢兢地看着我。我认出她了，她是学校隔壁班的班花苏晴。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站起身，环视这间便利店，这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暂时是安全的。但我没理会她的哭喊，而是走向了便利店后方的监控屏幕。屏幕上显示着后门的情况，在便利店后方的冷冻库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他戴着口罩，正冷静地观察着那些在街道游荡的丧尸。他举起拿着针款的右手，轻轻拉下了口罩，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我读懂了，他说的是自求多福。
紧接着，便利店里原本明亮的十电灯瞬间熄灭，连带着监控屏幕也变成了一片死寂的黑。我操！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失去视觉的瞬间，外面街道上的惨叫声被无限放大。苏晴短促的尖叫了一声，猛地退后，撞倒了一排货架。闭嘴！我压低声音，循着声音扑过去，一把死死捂住他的嘴。我能感觉到他浑身都在剧烈颤抖，冰冷的眼泪蹭了我一手。听着，苏晴，外面那些东西对声音极度敏感，你再叫一声，我就把你扔出去。深呼吸，听懂了就点头。很好。我松开手，握紧了那把顺来的砍骨刀，刀柄上的防滑纹路硌着手心，给了我一丝可怜的安全感。后门，我们必须去检查后门，前面这扇卷帘门撑不了多久。如果后门没锁死，我们就是瓮中之鳖。我们猫着腰，借着手机屏幕调到最暗的微弱光源，穿过一排排货架，向便利店深处的仓库摸索。走到尽头是通往仓库和冷库的走廊，走廊的尽头就是后门。借着微光，我看到仓库的铁皮门虚掩着。跟紧我，别出声。手机光云扫过杂乱的纸箱，最终定格在角落里的一个黑影上。那是便利店的店长，一个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胖子，但他现在背对着我们蹲在地上，正在疯狂地啃食着什么。似乎是察觉到了光线，咀嚼声戛然而止，他僵硬地转过头，摆出了攻击的姿态。躲开！我一把推开苏晴，自己也顺势向旁边滚去。店长庞大的身躯重重地撞在我身后的城端的矿泉水箱上，水瓶散落一地。他咆哮着转过身，张开巨口再次朝我扑来。太快了，这种爆发力根本不是一个中年胖子该有的。我根本来不及站起身，只能本能地举起棒球棍横在胸前。他狠狠撞在棒球棍上，巨大的冲力将我整个人压倒在地。我的双臂被压得死死的，他的力气大得惊人。苏晴，电他！苏晴从巨大的恐惧中惊醒，她尖叫着冲过来，手里的防身电击器狠狠怼在了店长的后脖颈上。如果是正常人，这一下足够让他休克，但失去理智的店长根本没有痛觉。他猛地甩开苏晴，反手一巴掌将他连人在电击器扇飞了出去。但就是这不到1秒的抽搐，给了我机会。我猛地抽出压在身下的右手，反手拔出别在后腰的砍骨刀，没有任何犹豫。此刻我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原始的指令：活下去。我用尽全身力气，瞄准他因为仰头而暴露出的脆弱颈部。我用力推开这具沉重的身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黏糊糊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异臭。陆离！苏晴捂着红肿的脸颊爬起来，看着地上的怪物，吓得连哭都发不出声音。去把后门锁死，快！苏晴跌跌撞撞地跑到走廊尽头的后门，拉下了厚重的金属门栓，直到确认后门彻底锁死，我才感觉到紧绷的神经稍微松懈了一点。我拿起手机照向店长刚才待的地方，那里躺着一个穿着快递员制服的倒下之人，已经残缺不堪。而在这个人旁边放着一个银色的医用冷藏箱，很显然这不是便利店里的东西。冷藏箱没有上锁，半开着。我走过去，用刀尖挑开箱盖，里面只放着一台黑色的军用对讲机。警告：市中心医院防线即将收锁，倒计时3小时后将启动全院物理封锁。陆离，外面全封了，我们出不去的，对不对？你可以留下，那里的水和泡面够你活大半个月，但卷帘门撑不了多久。如果那些袭击者撞进来，你只能等死。我没求着你跟我走，我也不是超人，但我现在要去市中心。如果你想活，就收起你眼泪，证明你不是个会害死我的拖油瓶。市中心医院距离这里大约5公里，平时坐公交只要15分钟，但现在……我跟你一起去。很好，把眼泪擦干，来前面帮忙。我们得干点手工活。这家便利店虽然不大，但此时却成了我们唯一的兵工厂。普通人的衣服在那些袭击者面前如同纸糊，我们必须武装自身，去找厚实的杂志，越厚越好，还有宽胶带，越多越好，动作快。人在极度恐惧下，只要有人下达明确指令，反而能爆发出行动力。少女很快抱来了一摞厚厚的杂志，以及5、6卷黄色宽胶带。我扯开胶带，将2本厚厚的铜板纸杂志对折，紧紧包裹在苏晴的小臂上，然后用宽胶带一圈一圈的死死缠绕。这是干什么？防咬装甲。人类的咬合力咬不穿这么厚的铜板纸和胶带。四肢是最容易被袭击的地方，等会儿小腿也缠上。如法炮制，不到10分钟，我们2人的小臂和小腿都绑上了这种护甲。走起路来虽然有些僵硬，但这几毫米的厚度，可能就是生与死的界限。接下来是武器，手里的砍骨刀虽然锋利，但太短了。刚才的近身肉搏让我后怕。我需要一个能拉开安全距离的手段。俗话说得好，1寸长1寸强。我冲到保洁区，拿了一把拖把，这是一把质量很好的金属杆拖把。
苏晴，帮我按住。我拿出一卷最宽的强力绝缘黑胶带，将刀柄和金属杆死死缠在一起。为了防止劈砍时刀头脱落，我又跑去五金货寨找了扎带，在胶带外层又勒了7、8圈。我掂量了一下这把新鲜出炉的长柄朴刀，重心稍微有些朝前，但1.5米的长度足够砍断那些家伙的脖子。至于苏晴，她的力量太弱，给她开刃的武器反而容易伤到她自己。我的目光扫过墙角的消防器材箱，拎出了由一个红色的干粉灭火器，塞进她怀里。灭火器很沉，她接住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拿着它，遇到危险拔掉保险销，对准他们的脸喷。我盯着他的眼睛，传递着生存的法则。干粉能瞬间夺那些家伙的视觉和嗅觉，给我们争取逃跑时间。还有这个，如果灭火器用完了，就用这个。不到万不得已别点火，容易烧到自己。他的眼神里少了几分惊慌失措，多了一种强行挤出来的求生欲。倒计时2小时20分钟。装包，只带高热量的东西和水，别装太满，太重了跑不快。我们像2只贪婪的仓鼠，迅速扫荡了货架。我又抓了一把创可贴、纱布和酒精塞进侧袋。前面的卷帘门下板已经被撞开了一道凹槽，几只满是污液的手从缝隙里伸了进来。他们闻到了活人的味道，数量正在增加，外面起码有几10只，只能走后门。那个白大褂既然能从后巷离开，说明那里有路可走。记住接下来的话，这关乎能不能活过接下来的5分钟。第一，出去后永远不要尖叫，就算被抓住了腿，也要给我咽下去。第二，如果被包围，我会尽量在前面开路，你跟紧我，拿灭火器掩护侧翼。如果我倒了，别管我，喷出一条路，自己往医院跑。第三，不要对他们有任何同情，他们不是邻居，也不是老师。外面的热浪和浓烈的污臭味扑面而来，后巷里确实没有丧尸群，但情况远比想象要糟。一辆轻叉撞在墙上，堵住了原本就窄的路，引擎还没完全冷却，撞车的时间应该不长。引擎盖上几个身影正围着一具残破身躯疯狂动作。苏晴，跟紧我，别怕！我大吼一声，双手握住金属长杆，将长刃对准了他的要害，借着他前扑的惯力，狠狠向前一送。就是现在，苏晴！苏晴猛地拔掉灭火器的保险栓，狠狠按下了压笔，高压气体夹杂着干粉喷出，将狭窄的巷道彻底笼罩。丧尸虽然没有痛觉，但干粉瞬间堵塞了他们的鼻腔和气管。我趁机抬起一脚，刀刃从连接头拔出，目标重重摔在地上，抽搐了2下不动了。我拉着苏晴，借着干粉掩护，向那辆轻叉移动。只要穿过这道缝隙，我们就能到达主干道。我们捂着口鼻，在白雾中穿行。就在我们要进入时，车门突然发出了轻响，门被人从里面推开了一条缝，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们。那是活人的眼睛！我心里一喜。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探出身子，手里拎着沉重的扳手，在他身后还蹲着一个瘦高个男人。他们居高临下打量着我们。小兄弟，身手不错啊！我瞬间警觉，本能地将武器横在胸前，挡住苏晴，让条路，我们要过去。过去，外面全是那种咬人的疯子。相见是缘分，我们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不如把包扔上来，我拉你们进车厢躲躲。不用了，我们赶时间。我没有一丝犹豫，拉着苏晴就要往里钻。把物资交给陌生人，无异于自寻死路。敬酒不吃吃罚酒。此时白雾散去，丧尸们重新嗅到了气味。不仅如此，主干道上也传来了密集的声响。我们的动静把附近的威胁都引过来了。壮汉变了脸色，他意识到这里要变成死局了。他看了看逼近的丧尸，又看了看我们，眼神极其恶毒。老二，趁现在跑！他跳下来的方向竟然直逼我们而来。你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对不住了，妹子。他竟然想把苏晴喂给那些怪物。我没有追击，而是像猎豹一样扑向了半空中的苏晴。我的后背磕在砖头上，疼得我眼前一黑。一只西装丧尸已经扑到了我们面前，直逼苏晴的颈部。苏晴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滚开！我不杀伯伦，伯伦却想拿我喂狗。苏晴，
杀虫剂给我。我没去看他的下场，只是带着苏晴翻上了车顶，手脚并得地翻过障碍，从另一侧跳下。我们稳稳落在了主干道的边缘。这就是末日法则，害人者逐将害己。你的手！他看着我左臂被咬出的深坑，眼泪夺眶而出。若不是我扑上去，那一口咬碎的就是他的喉咙。死不了，装甲没透，别哭了，省点力气。刚才的交锋消耗了不仅体力，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遗弃的车辆堵死了去路，必经之路上停着2辆装甲运兵车。沙袋垒起了防线，防线后面是如同黑色潮水般的丧尸，正漫无目的的游荡。陆离，我们过不去的。过不去也得过。话虽如此，如果硬砍过去，就算体力无限，刀刀见肉，刀刃也会卷口。最终的下场就是被这堆怪物彻底淹没。我不能死在这里。陆离，你看那边，那是下水道井盖。一个疯狂却可行的计划迅速在我脑中成型。苏晴，把你手机拿出来。手机现在都没信号了。没信号不意味着没声音。我们要给外面的大爷大妈们放首劲爆的舞曲。我们偷偷潜入数码店，店里有几只穿着蓝色工服的丧尸员工，但他们都被困在倒塌的货架下面。我毫不客气地走过去，动作果断利落，确保他们发不出一丁点声音。随后我在一片狼藉的展台上快速翻找，运气不错，找到了。这是一台足以让整条街共振的低音炮。电源还有 80%， 足够了。我迅速打开音箱，和苏晴的手机进行蓝牙配对。你要干什么？声东击西。闹钟一响，这里就是全城的焦点。听好计划，我会把音箱扔进那辆车的后备箱，关上门。3分钟后，整条街的丧尸都会被吸引过来，而我们必须在这3分钟里钻进地下管网。万一下面也有那种东西呢？留在上面必死，下面可能还有一半活路。拿着它，待会儿我用刀杆做杠杆撬井盖，你负责压。倒计时开始，快，再快一点！我借着废弃汽车的掩护，成功摸到那辆黑色越野车旁，一把将蓝牙音箱塞进后备箱最深处。关门声惊动了丧尸，他们的目光锁定了这里。陆离，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拿过长柄刀。这东西比想象中还沉，更要命的是，缝隙里塞满了多年的泥垢和锈质。没时间了，硬掰根本不行。周围的几只丧尸已经发现了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间归零，大功率低音炮响起。我面前的丧尸猛地一顿，他完全无视我们，像发了疯一样朝着越野车的方向狂奔而去。计划成功了。快下去！苏晴顺着生锈的爬梯进入黑暗中，我紧随其后。在爬下去之前，我双手抓住地面的井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其拉回原位。下水道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宽阔得多。我们活下来了。别高兴得太早，顺着这条主管道，应该能直通医院地下的停尸房或者设备间。陆离，别紧张，找准时机喷他，然后向后跑。来不及做过多的思考，我凭借对医院大概方向的直觉，带着苏晴再跑去。不知跑了多久，来到斜坡的尽头，是一扇生锈的铁栅栏门。门后那洁白的瓷砖和空气中消毒水味，已经说明了一切。走。别动！谁？找人，找护士长陆芳。听到陆芳2个字，原本死寂的大厅泛起了一股异样的躁动。你找陆护士长？他在吗？他不在这儿。今天下午，南郊防线派了最后一支接应小队，由于车辆负重有限，名单是按贡献排的。陆护士长本来在第1批名单里，但他把位置让给了一个带伤的产妇。自己跟着志愿者车队去城南仓库调拨急需的抗生素了。他去了城南，那支车队呢？没回来。
2个小时前，城南那边火光冲天，电台里最后的信号说他们在仓库被困住了，大批怪物包围了那里，车队大概率已经散了。陆离，我也要去城南。别想了，小伙子，城南现在就是个绞肉机，你要去送死没人拦着，但走之前把你包里的吃的留下。在这里大家得抱团，资源得统一分配。几个虚弱的老人和孩子正看着壮汉手里的面包流口水。所谓的统一分配根本没落到弱者手里。如果我拒绝呢？那你就出不了这道门。在没有法律的真空地带，弱肉强食变成了唯一的法则。大门外面有成百上千的怪物，你们每种出去拼命，只会在屋里抢小孩的吃的。这包里的东西是我拼命从超市带出来的，想抢可以，看看是你的命硬还是我的刀快。我们穿过医院的走廊，准备从侧门离开。那是我妈的衣服。姐姐，陆阿姨说，只要我乖乖待在这里，她一定会带着药回来的。她骗人吗？她没骗你。看见这个针了吗？她永远指着希望。你陆阿姨在回来的路上，如果不小心迷路了，这就是她给你的信物。我撒了一个谎，一个也许永远无法兑现的谎。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有时候一个谎言能让一个孩子活下去。走吧。我们重新回到了街道，通往城南仓库的路有7公里，街道上的怪物比之前更多了，他们在深夜似乎变得更加敏锐。陆离，你刚才其实可以不管那个男孩的。救人不是为了回报，我不想变得和那个抢劫的壮汉一样。我们像2只灵活的黑猫，在阴影中穿行。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到了一辆侧翻的面包车，车身上喷着红十字的标志。我冲过去，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确认。救不了，那一层起码有几十只那种东西，我们只有2个人，冲进去就是死。可是苏晴，听着，善良不是愚蠢，我有我要保护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救那些能自救的人，或者你有能力救的人。我们现在的能力只够跑完这7公里。巨大的物流仓库燃起了冲天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仓库的2楼天台上，几个人影正对着下方的狮群绝望射击。我凑近一闻，刺鼻的味道让我精神一振，是工业级异丙醇。光有火还不够，丧尸太多了。有了，高浓度的粉池在密闭空间遇到明火会发生剧烈爆炸。我们一边奔跑，一边将灌满乙醇酒的玻璃瓶砸向仓库门口的狮群。趁着他们被火焰干扰的几秒钟空隙，我拽着苏晴从那道被烧得变形的侧门缝隙里硬生生挤了进去。妈，你在哪儿？陆离，2楼，快上2楼！妈，你怎么这么傻？你不该来的。别废话了，楼下要塌了，我们要从2楼窗口跳下去。太高了，而且下面全是那种东西，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走，别停下。凌晨5点40，南郊防线那道高达4米的钢结厚围墙终于出现在视线尽头。围墙下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从城市各处逃难而来的幸存者。
请所有人员保持冷静，接受检疫。任何强行冲击防线的行为将被视为感染，立即击毙。陆离，那里有医生。站住，保持3米距离。我妈是中心医院的护士长，她带出了仓库的药品名录和实验数据，我们需要进去。每个人都要脱衣检查，身上有伤口的一律就地隔离，哪怕是被指甲划破的一点皮也不行。他这是玻璃划伤，不是咬伤。规则就是规则，在病毒潜伏期内，没人能分清划伤和咬伤的区别。送去 C 区隔离点。滚过去，别挡着路，没伤的先进。有伤的等死，这就是命。他竟然也活下来了，而且身边还多了几个拿着铁棍的帮手。小兄弟，又见面了。你看，这防线可不认你的那套价值观，在这里，拳头大才是规矩。把你妈扔在隔离区，带上这妹子跟我混，我在这儿有熟人能提前放行。我没有理会光头男的挑衅，而是看向那个岗哨里的医生。喂，臭小子，你敢无视我？数据，这是我妈拼命带出来的，关于那批药品的存放坐标。如果没有这份清单，你们就算开坦克进去，也只能找到一堆废纸。你想谈条件？不是谈条件，是要求公正。我妈可以接受隔离，但必须是具备基本医疗条件的独立隔离室，而且她需要立刻注射葡萄糖和拓伤风针，否则她撑不过这24小时。我去你的公正！在这儿，我的命不值钱，但我杀过丧尸，也杀过像你这样的人。想拿我当踏脚石，你得先看看自己脖子够不够硬。滚吧！让他进来。我是这里的防线指挥官，小子，你很有种，但规则不能破，你妈必须进隔离室。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给她最好的医疗照顾。至于你们两个，由于没有伤口，可以直接进入内城转专站，那里有热水、干衣服和热粥。去吧，陆离，照顾好苏晴，妈在这儿很安全。南郊防线内部并不是我预想中的避难所，这里曾是一座未完工的体育中心，内部分成了3个区，核心区住着撤离出来的官员、专家和他们的家属，缓冲区是拥有技术或劳动力的壮劳力，而我们这些最晚进来的没背景的平民被赶进了泥泞区。泥泞区名副其实，上万名幸存者挤在露天的塑料帐篷里。领粥了，领粥了！这也算粥？知足吧，新来的。想要干的，拿东西换，或者加入龙哥的联防队。回到我们的帐篷，那其实只是2块油布搭成的低矮棚子。除了苏晴，还有几个在医院逃出来的学生。陆哥，你回来了。刚才有人来过，说每个帐篷要交1半的存粮当保护费。谁说的？是我说的。小子，你在这儿没地理，在这儿龙哥就是法，你得罪了我就得拿命赔。但这几个妞儿，你试试看。试试就试试，给我砸，把吃的抢走，人也带走。帐篷太狭窄，我的短刀施展不开，但我并不是只有刀。阿哲，保护好女生！光头男虽然人多，但这帮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劲儿。住手！
斗者扣除3天配给。小子，算你命大。龙哥说了，今晚的清场看你怎么过。陆离，我们躲不掉的。他们有人，有地盘，我们这些学生在他们眼里就是待宰的羊。在丧尸面前，我们是幸存者；在同类面前，我们难道要变成祭品吗？阿哲、苏晴，听着，我们不能指望那些自顾不暇的士兵，更不能指望这帮流氓的良心。想要不被抢，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抱成团。1个人会被抢，10个人呢？100个呢？从今天起，我们成立学生互助会。我不当你们的老大，但我们要约法3章：食物平分，轮流守夜，受欺负了一起上。陆哥，我跟你干。我也是，我不想再当累赘了。我要找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正义。我知道龙哥之所以能在这里只手遮天，是因为他和内城的某些管物资的人物有勾结，他们克扣灾民的口粮，再拿出来卖高价。这不仅是犯罪，这是在杀人。陆离，你打算怎么做？光靠我们这几个人，冲不进核心区的。不用冲进去，他们贪婪，这就是最大的弱点。我们需要筹码。我想到了我妈，她在隔离区。如果我能拿到那份更详细的医疗仓库清单，我就能直接和这里的最高指挥官对话。你是陆离吗？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儿，但我需要你帮我杀一个人。谁？核心区的副总管，他害了我妹妹，就为了腾出一个床位给他的情妇。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至少现在不能。那你说怎么办？就看着他们花天酒日，看着我们的人畜生一样病死。我们要拿走他的根。从明天开始，互助会不再只是抢西周。阿哲，你带几个机灵点的男生去垃圾站打工，专门负责核心区运出来的生活垃圾。苏晴，你带女生去帮核心区的家属洗衣服、缝补，或者去后勤组当临时保洁。我们要这些活干什么？那都是伺候人的活。伺候人是为了盯着人，垃圾能告诉我们他们吃了什么、缺什么，洗衣服能让我们知道谁受了伤，谁在偷偷吃减缺药。我们要变成这内城里的影卫。赵副总管在哪儿开会，防线的物资什么时候进库，这些信息我们都要。3天时间，互助会的人数从5个迅速扩张到了50个。在泥泞区，只要你有一口干净的水分给别人，你就能拥有同伴。我建立了一个极其简陋但高效的情报交换网。陆哥，这是从核心区行政楼的碎纸斗里翻出来的，虽然碎得厉害，但苏晴他们心细，拼出了几个关键点。单子上显示，昨天晚上有3吨罐头和2万支抗生素入库，但今天早上，龙哥的人在叫卖的价格翻了整整10倍。而且，我今天在赵副总管情妇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私人借条，赵副总管竟然把公家的药品抵押给了黑市商，换取黄金和名表。原来这片废土上的血肉都在他们的酒杯里。证据够了，龙哥今晚要带人去仓库取货，他会带走抗生素的1/3，卖给外面的私人幸存者基地。我们要去抢！不，我们要送。我们要把消息透露给想上位的助理，同时发动所有难民。发抽了！大家快看，这是什么？3吨罐头，2万支抗生素，那是我们的救命粮，却被他们卖黄金了。你胡说什么？找死！他没胡说，看看你们脚下的泥，再看看他们嘴里的肉。
巡逻队的兄弟们，你们的军饷是不是也被减半了？你们的家属是不是也挤在隔离区？这就是赵副总管给你们的交代。不要冲撞防线，不要打士兵，我们要找指挥官谈话，我们要见真相。我们要进去，我们要进去。陆离，你看，赵副总管会被调查，龙哥的人会被清算。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要让互助会获得合法的劳动权和管理权。哼，是你。3天前，你用一张清单进了门。今天，你用几十张碎纸质差点掀了我的房顶。上校，这不是暴动，这是申诉。泥泞区每天因为缺药离开的人有2位数，而这上面的数字够他们活几个月。带走，按军法查办。龙哥的人呢？联防队即刻解散，核心成员全部关押受审。现在人群散了，陆离，你跟我进来。赵副总管被撤职，龙哥的势力被连根拔起，你赢了，陆离。但你留给我一个烂摊子。泥泞区的管理出现了真空，如果我直接派兵入驻，只会加剧对立。所以，我们需要合法化。学生互助会需要正式的编制，我们需要负责泥泞区的物资分配监督和基础秩序维护。作为回报，我们可以提供最真实的人口数据和劳动力调度。你才20出头，陆离，你觉得我能把几千人的生死交到一个年轻人手里？我这么多年学到的东西，不及这几天的1/1000。上校，你缺人手，而我有信誉，这就是最好的买卖。经过半小时的博弈，我们达成了一份临时的战时互助协议。互助会获得了正式的红袖标和额外的配给口粮。更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在内城自由通行的通行证。陆离，别太出头。放心。陆哥，出事了！怎么了？泥泞区西角的那个王大爷，记得吗？就是那个一直咳嗽，被龙哥抢过口粮的老头。他不是昨天刚领了互助会发的稀粥吗？他人没了，不是病死，是失踪了。就在今天傍晚，一队没穿迷彩服的人进了区，说是防疫收检，直接把他带走了。我拖拉机转运站的兄弟打听过，隔离名单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王大爷只是普通的感冒咳嗽，为什么会？不仅是王大爷，我今天在核心区行政楼洗衣服，说缓冲区也有人莫名其妙的发热。但奇怪的是，军方并没有发布大规模感染警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走，我们去核心区侧门看看。就是这儿了。看，是王大爷。陆离，你看他们手上的东西。这是在救人吗？还是
是……阿哲，保持冷静，先回帐篷，我们需要思考对策。明晚我要潜入隔离区，我们要让魏上校知道，他的地盘里混进了什么样的病毒。陆哥，时间只有20分钟。王大爷，这是……你妈是个奇迹，陆离。这种基因不该浪费在泥泞区这种发臭的阴沟里。陆离，在全人类的未来面前，你和你的互助会就像泥一样廉价。我呸！我懒得听你狗叫。好，好，好，很好。来人！阿哲，断电！怎么回事？魏上校确实管不了所有人，那些白大褂在拿人做实验，我妈就是下一个。如果魏上校不打算管，那我们就帮他管管。我要发动整个泥泞区的上万人。陆哥，你说怎么干？不砸，不抢，不冲撞士兵。我们要让这防线里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些画面。我们要逼魏上校在人类未来和做人底线之间选一个。看看吧，这是王大爷，这是前天失踪的刘婶儿。他们不是病死了，他们是被关在地下室里，当成了标本。陆离，你正在挑战我的底线。上校，你的底线是被这群人踩在脚下的。这上面记录了他们把难民制成标本的全过程，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上校。包括我妈、护士长陆芳，此刻正被关在隔离区等待收割。他们说，这是为了人类的进化。这是多么荒诞且残忍的借口！上校，你是正规军，你是要保护的是这道防线里的每一条命，还是这些把命当成实验数据的刽子手？上校，别忘了那些药。只有我们能维持这道防线的免疫平衡。陆离，证据交给我，我会处理。不，我要你现在就查封所有设备，释放所有被扣押的人，否则……不退，不退！
今天这里没有人会退后半步。喂，别忘了这道防线的病毒平衡，没有我们的技术，这里的上万人不出3天就会变成外面的怪物。那个护士长是完美的抗体来源，你不能……闭嘴！所有士兵听令！我是南郊防线指挥官魏震，我宣誓保护平民，而非纵容杀戮。行政楼宪兵队，立刻控制现场所有的生命制药外勤人员。我宁愿带着这万人死于感染，也不愿让他们死于同类的解剖刀下。你疯了！你毁了全人类的希望！不，我只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陆离，带着你的互助会，跟我去隔离区。哼。妈！陆离。陆离，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那些人只是一个分支，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庞大的体系。既然你选择了大义，就得准备好迎接更残酷的挑战。只要人还活得像个人，再残酷的路，我也走得下去。药房应该就这附近。引力，最完美的容器。12阶段声纳变异体。他竟然产生了意识。弱者。
是你救了我。我叫陈默 ，A 级能力者。你呢？陆离。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就是现在。欢迎来到新纪元。